Hello， 大家好，我是下午。我是一个台湾人，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是使用注音来拼写中文的。但是注音这种东西啊，在中文圈只有台湾在用，不开玩笑中港澳新马还有世界上的其他华人地区，他们都是使用拼音来拼写中文的。就连外国人来台湾生活啊，根据 YouTuber 酷的说法，台湾的语言中心也会教他们用拼音来拼写中文，而网络上也流传很多拼音跟注音的传言，像是拼音打字比较快，还有我目前是想到这个，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我要来把我的母语中文再学一遍。没有错，使用拼音来学习，并且在影片结尾我会请 ChatGPT 帮我生成一份拼音测验，来看看我的拼音学习能力。至于为什么要请 GPT 生成，因为我没朋友。OK， 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外国人是怎么学中文的，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我要先搜寻我不知道入门的英文是什么。好，我就直接搜寻 How can I start to learn Chinese? How can I start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so hard。我觉得我要先找一系列的课程，就是我现在必须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外国人学中文的第一步是什么？因为像是我们学习其他语言的第一步，我们一定就会先学字母嘛。像是韩文的话，我们会先学40音，然后日文我们会学50音，英文的话我们会学 A 到 Z。但是中文跟其他语言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哈。世界上的语言呢有分成表音文字跟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的意思就是它的文字都是透过音去组成的，像是韩文跟日文还有英文，我们只要学会40音、50音还有 A 到 Z， 我们只要知道他们每一个字母要怎么念，我们就可以念出它所有的单字跟句子。最直接的例子嘛，我们都知道 A 是念 A，P 是念 P， 然后两个 P，L 是念 L。所以 Apple， 因为我们知道 APPLE 各个英文字母的发音跟他们怎么念，所以我们会知道 Apple 是这样念啊。韩文也是嘛，我们都学过韩文都知道这个字念呵，然后这个字念哈，所以呵啊哈，对，我们就知道这个字念哈。然后这个字念了，这个字念拉，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了啊拉。所以我现在就打一个大家一定都听过的韩文。好，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打错，这个圈圈它在这里是不发音的，所以啊呢安，然后这个是念呢，然后这个是念哟，然后这个在圈圈在尾音的话，它会念 on， 所以妞啊妞。然后这个刚刚讲过是哈和啊哈斯，然后这个念 a c， 然后这个圈圈不发音哟，所以安妞哈 c 哟，你好。对，表音文字是这么简单，但是中文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我是台湾人嘛，我就拿我从小到大接触的注音来举例。我们学完 b p m f 之后呢 ，OK， 我们都知道 b 到 要怎么念了，但是你就算知道 b 到 要怎么念，你可能还是念不出来这3个字。这个就是表音文字跟表意文字的差别，而且世界上几乎只有中文是表意文字。那不然你想想嘛，英文很显然就是表音文字，然后西班牙文啊，很显然也是表音文字，法文很显然也是。刚刚讲的韩文跟日文也是，都是表音文字，都是你只要学会他们的字母之后，你就会念了。你说不定不会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是你一定会念。但是中文你除了要学发音、拼音以外，你还要学每个中文字的意思，都要单独来学。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我姓李。Hi， 你好 ，This is Chinese for Us Beginners Basic Chinese Course Lesson 1。我是丽丽。Today we'll learn how。丽丽老师，我在这段时间刷了非常多的中文教学影片，但是他们都是先是从片语啊跟一些语句开始教，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讲到我们这一集的重点拼音，所以我决定我们还是请教我们的 GPT 大神吧。OK， 看来在这个 AI 时代还是真的少不了你啊。OK， 反正我先这样子问他，请问外国人第一次学中文都会先学什么？毕竟像我们学一门外语都是先学字母，但是中文是表意文字，所以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该先学什么。对，我好像从头到尾我都还没有讲为什么我会先想要去了解外国人学中文的第一步是什么。因为说实话，拼音这个东西，说实话我
不知道，对我来说，用拼音来拼写中文就是一个毫无规则的东西。对身为从小到大用注音的人来说，因为像是我们 /p/m/f， 我们其实都已经非常习惯 /p/m/f 一直到 的注音符号的规律了。但是要怎么用英文的拼音去拼汉字？我可能就是大概只能先，比如说，请问这2个字，我可能大概会是思考到可能是 q 请 q i n 是 q i king， 我其实也是不知道。就是你知道，我对于英文写中文这个东西，我没有一个规则在，我的脑袋没有一个规则在。所以原来他们也是有分声母跟韵母的，而且这里怎么突然蹦出了一个这个东西？声调就是我们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注音这个东西，他们也会分声母跟韵母，我记得。所以，你可以不要讲废话吗？所以一开始他们学中文应该会有一个对照表吧？对，应该会有这个东西吧？那不然怎么学？声母韵母，所以 b a 爸 ，OK， 所以这个是念八，所以会爸，巴士把东西把你拿去烤。霸道 ，OK，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他们的声母、韵母的对照表，给我生出来一个。我看一下哈，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啊。然后这个 u i u e， 它为什么是念喂？为什么 u i u 对啊，有什么发？这个我还比较理解，你知道吗 ？u 啊，你看很能理解嘛。而且前面加个 l 的话就是刘，你知道很多姓刘的人就是对这里就有了。OK， 看来我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了，所以明天我就是要来背这些东西，对吧？黑丢！哇塞，这是什么东西呀？这不是，等一下 ，What is this？ 这个东西，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了。你知道韩文只有40音，日文只有50音，这个都已经有100音了吧？我看一下哈，这里有18行，那这里有几行？1、2、3、20、2、2。这里有23行，18乘以23，这里有414个格子，然后它应该有一半是空的嘛，所以我们除以2。所以外国人在学中文，他们等于说要背207、200多音。Oh shit！OK， 虽然这些都是英文，而且它跟注音似乎也是有一点对照。但是隔一天我就觉得我应该还是需要来一个影片可以对照着念。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啊，就注音对照英文这样子应该不会太难吧？但是我实际照着影片做之后，我发现我去找影片跟着念是对的。你好，我是 Lily。你好，Lily 老师，我们又见面了。Welcome to Chinese for Us 拼音 Series Part 1。对，所以前面我其实有稍微看了一下，所以前面这些其实就跟我们注音符号的一样，前面都还一样。坡摸佛对，它是特还是它念起来怎么有点怪怪的？是特，没事。呢 ，OK。了 ，OK， 这里我都还 OK。对，这里也都还。这里也都还一样。一 OK。OK 一样，这全部都一样，我先记下来。OK， 这里就不一样了，各位。Now it's different here。
R O。好，所以这个是 R。我记得英文好像也有一个母音是 R A E I O U， 然后 A 也是念 R 吗 ？A 是 A， 所以 A 它就是好。我在念 A。我原本想说我在念 A 的时候，我要把嘴巴张大。A 要怎么记啊？所以 A 就是 R， 好 ，A 是 R，A R， 那 O 是什么 ？R O 好记，它就是跟原本的一样嘛，对，就是一样，就是 O， 就是嘴巴变成一个 O。等一下，请问一下，一是怎么变成的？我可以请问一下吗？一是好像有点道理。好，所以 A 的话，我就音记是 R， 然后这两个就是用英文的音去记，所以 O 的话就是 O， 然后E 的话就是好，那这个 I， 好，这个也还行。就是 I 的话就是 E， 对吗？就是因为 I 的发音是 A 嘛，所以用这个去记可以。U 好 U 是 U 是 U 好 U 就是 U， 我了解了。OK， 接下来应该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鱼 OK。好，它确实蛮像我们注音的的，只是上面多了2点，所以就很像是这个它在微笑，因为上面多了2个眼睛，然后微笑，然后它撇了一个嘴，感觉好像是在鄙视你，对吧？然后等一下，我要怎么把这个打出来？我可以请问一下吗？等一下，我要怎么把你打出来？我的 GPT， 我的 GPT 里面好像有，对吧？我的 GPT 里面有的，我相信它。我相信我的 GPT， 有啊，所以啦，就对你特别有印象啦。I， 好，这个也很好记，就是把 A 跟 I 合起来念，确实就会变 I。A， 好，把E 跟 I 连起来念的话，E 刚刚说是 A，E 是R O， E 是什么？对，所以这个是我猜一下 ，E。应该是吧，对吧？没有错吧？没有错吧，丽丽老师。I A E， 等一下 ，I 是念 E 对吧 ？I 是念 E， 对 ，I 是念 E， 然后 E 是念I 是念 E 是念所以为什么它加起来不是而是他刚刚说什么？他刚刚说什么 ？A， 请问一下，这个加起来为什么会是 A？ 为什么 ？Why？A， 好，你是 A 对吧？你是 A 对吧？我就只好用这个来记了。好，所以这个 U 跟 I，U 是念 U， 靠，他刚刚 U 念什么 ？R O 这里最难不是？等，这里完全就是超出我的中文范围外了。好，这个是R O E R O E R O E U U。其实后面就是 U U 啊，这是我们注音的 U U 一样，但是前面它多了一个 R O R O 对，我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记清楚 b p m 的顺序，但是 R O 确实注音也有这个东西。等一下 ，wait， 等一下，我回去听一个东西。好。好，这个也是念一，这个也是念一，所以。哇塞，这个是念一跟乌，这个也是念一跟乌，哇哦！真的很多语言都很喜欢玩这样子，同音不同字。虽然中文好像会比较多就是了啦。乌加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脑袋里很多韩文的发音，但是我觉得根据这个的经验，我觉得它的念法应该也会很奇怪。喂，请问你的请问你是哪来的？等，我再听一次。
微微。对，我刚刚看他的嘴型，他确实也是用发出微这个字，但是这个说实话，我光看这个括号的步骤，我也联想不到它跟微有什么样的关联啊，所以 UI 我就这样子微就这样记，我想不到其他什么记法了。注音有时候对我来说真的也是蛮好用的。我觉得我先猜这3个 ao o r 是吗？等一下，我先猜第一个是凹，我先猜第一个是凹。凹 perfect 凹，看英文没有白学啊，我不知道这跟英文有什么关系，但是对它就是英文的发音嘛，对不对？哎呀，凹，那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海鸥的鸥对吧？欧 yes， 一乌，感觉这个也会很奇怪。优优，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下面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了。好，这个应该是一吧？耶，等一啊哦一耶，所以这些2个字母组合起来的，看来就是会有比较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应该也不是儿对吧？R I hate you。等一下，我先来研究一下。这个很明显就是 I， 对，这个很好理解。那这个，因为它很明显就是把 A、E、I， 很明显就是把它这样子拼起来的。O， 然后这2个 O 都好理解，但是我打字母音的，我基本上我都蛮难理解的。不，这个或许还勉强能理解。这个 U 嘛 ，A 约好，这个还勉强能理解。那这个 E A 那其实这2个好像也还好，这2个就是拼起来的，但是很明显就是这3个它们就是有变化的，但它们的变化规则在哪里？它们总该有一个规则吧，对吧？安好，这个好理解。这就有点像是我们的那个吧，断尾的 n 没有错吧？音好，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们注音没有的东西了。这个是好，我猜一下，i u n u n 温，我猜是温。哦，好碎啦！不对，我好像发现一个东西，我好像应该先回去推他们前面这些音的念法，而不是用英文的逻辑。我应该要先把英文的逻辑抛掉才行。虽然它是用英文的字，他们是用罗马字去拼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必须要先把英文的逻辑抛掉。晕，温，这个是 U 嘛，然后这个是呢，这个是怎样变成晕的？反正这段时间呢，我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学习他们的发音，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发音规则跟逻辑，其实跟注音完全是2套完全不同的逻辑。虽然说本来就是2套不同的系统，但是基本上我还是要说那句话啦，就是我从小就学注音，这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新的东西。结束了是吗 ？OK， 我们来看一下。OK，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首先，前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b p m f 的 t n l 一样，前面都是蛮像的，只是就是你要把它用英文的逻辑去想。歌科和鸡七西之吃诗，好，这个就是 b 到5这边应该都是还是很 OK， 主要是下面这些有变化的这些。等一下，所以我现在如果要用拼音输入法来打字的话，我想一下哈，我先装一个拼音输入法试试看。OK， 我现在是用拼音输入法，所以我现在如果要打我是下午，我今年22岁，我的话我知道我是我
然后是b p m f d t n g k h j q x z ch s 是，所以是 sh 是下西西哪里有西 b p m f d t n g k h j q x， 所以应该是 x， 然后这个要怎么选啊？我不会用拼音输入法，等一下下，所以一下5，没有说我知道是 WU 对吧？对7，我是下5 ，OK， 然后拼音输入法怎么打都好，只能这样打吗？我金之b p m f 金之一 n 金 n 基恩金是应该这个什么？等一下，金对今年，所以是基音是 JIN 还是 JING？ 金JIN， 我还选错。今年呢年，我可以看，但是我想把它拼出来，这样吧我今年22岁，我要打中文。这个2，所以是岁5岁 SUI 人生第一次打字打那么困难，而且还是打我的母语中文。这里应该都还好啦，就是我觉得，不过我觉得像前面这些我可以，因为毕竟他们就是比较对照注音嘛 b p m f， 所以不用我的注音记忆法可以吧？毕竟我从小到大就是学注音的啦，不要这样。OK， 我在录完这些片段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我花了差不多1-2天的时间，把这些符号就是稍微背了一下。但是我发现，其实也不太需要背，因为毕竟我已经有中文的母语程度，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我换一种方式把中文记起来。它很多东西，像是前面的 b 到乙无那些，他们基本上都是对照中文的 b 到乙无。那后面一些变化比较多的，我发现他们也是有规则在的。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把英文的逻辑完全丢掉，你要用中文的发音逻辑去对照它。所以用了差不多1-2天的时间，我也差不多对拼音有概念的。所以是时候我看也该验收成果了。OK， 我们的老战友 ChatGPT 回来了，我一样是用一模一样，从我开始做拼音的功课的聊天室，我要请他帮我出几题拼音相关的题目，所以我已经花4天的时间学习拼音，请你帮我出个15，好，就15题的测验，要有填空题。翻译题它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或是其他你觉得值得出现的题目，你也可以出。选择题少一点。好，我就先给他这样的指令，看他会给我什么样的测验，然后。我基本上应该就是会花最多30分钟的时间去做这个测验。我们直接先设一个30分钟的计时器，我忘记电脑计时器要怎么设了。OK， 30分钟，我们现在有一个30分钟的计时器，然后我先把它放在我的副萤幕，等题目出完之后，等它所有的题目都跑完之后，我就会按下计时器。好。
好，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为什么会有中国啊？好，题目出完了，我现在就直接3、2、1，好，我已经开始计时了。首先它有20题，我明明知道它是15题，你给我出20题。首先第一个答案一定是你，对，是你。我觉得我不要中，我忘记是人答，要不然我等下不小心直接送出去，那就很尴尬了。第一题的答案应该是应该是这个吧？好，这样对吧？应该是3中国，zone 中之国个乌欧，应该是这样吧。4水诗微，对，我记得有一个微，等一下那个微在哪里？那个微是这个吗？是不是这个？这个是 EU， 不对，微是哪一个？等一下，我记得有一个微，哪一个？等一下。好，这个我先跳过。这个超简单的，妈妈，我爱你。这个是在搞我对吧？我爱，其实也蛮简单的。然后，请根据拼音写出对应的中文词。好 ，OK， 7，这个应该是好，没有错。8，老师对吧？是老师对吧？老师。然后这个是朋友，我觉得是朋友，对吧？是朋友对吧 ？OK， 10，这个是什么？中国人，我觉得是中国人。11，我觉得是谢谢。12，好，我看出来了，是马，动物的马，也蛮简单的嘛，对不对？拼音其实也没那么难啊，真的。13 ，OK， 我是小，这是1乌然后这个应该是2声，这应该是2声。我是温。孙，我是孙13，我是孙，然后这是什么？圣施生，不会是我是生吧？不对，他这个是一声对吧？他这是一声，没错，但。好，14。他爱喝水，所以水答案在这里是吗？刚刚那个，所以应该是 UI 是吗？好，我就信你一次。他爱喝水。其实给自己30分钟好像有点不够残忍。好，接下来这个我承认我没有认真的去声母韵母，完蛋，这个我没有认真学。好，所以我觉得前面应该就是声母吧，声母，所以我觉得声母应该是这个7，然后韵母应该是这个音，对吧 ？OK。16声，这个好像也还算简单，它有个规则在啦。对 ，SH，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要我把声调也打出来，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罗马拼音的声调怎么打出来。声母是 N， 然后韵母是。L 对，应该是这样。OK， 额外挑战加分题。OK， 这应该可以。
下面哪一个字是马的拼音？哎呀，这太简单了 ，C 啦。下列哪个字的声母与韵母都不同？什么意思？声母与韵母都不同？不好意思，身为一个学渣啦，通常遇到不会的题目，我们都是选 C 的。好，接下来最后一题。这应该是对，都正确，你知道吗？有以上皆是，就是要选以上皆是，而且对嘛，这个是四声月，而且这3个都是一样的发音，所以一定是都正确。OK， 我其实只花了不到10分钟就把这些题目做完了。我们现在就请 GPT 大神来帮我们对一下答案。我希望我应该会有个至少90分吧。哎呀，他满分是多少？他的满分6、12、13、14、15、16、17、18、19。为什么你的满分是19分？他的满分真的是19分，有够奇怪。好，帮我对答案吧。你答得很用心，几乎同上3声，中国正确。对，妈妈，基本上除了声调的部分我都答对了，所以好，应该 OK 吧。而且这些拼音去改造中文的这些我都有答对，正是除了最后一个是马，原来等一下哦，所以声调，等一下那个声调我是没有去，拼音的声调，一声是这个2声，谢谢，然后。这个绝对是错的最离谱的一个，我承认，这绝对错，超离谱。这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是什么，我再看一次。我是学，我刚刚为什么会把它想成小？所以我是学生，孙恩乌恩所以这个是约。谢谢。然后这个19题我是不知道，所以我选 C。我就说吧，学渣都是一定都选 C 的，我就说都选 C， 真的选 C 是一个非常 OK 的答案。所以满分20分，我得了16.5，算是非常不错的分数，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实际上我错了几题？我错了2题，20题我错了2题。好，应该大概就是这样。好，在影片的最后呢，我想要来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次就是学习拼音的计划。因为首先我在影片中就有说，用拼音去拼写中文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概念的东西。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全世界的中文地区都只有台湾在使用注音符号来拼写汉字？而且毕竟英文跟中文还有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语言，它们的发音规则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是我一开始在学韩文的时候啊，因为韩文要先学那个40音嘛，然后我们的韩文课本上面就会有40音，然后下面会有一个英文的对照符号。然后一开始我上韩文课的时候，我的韩文老师就跟我说，尽量不要去看那个英文的标注符号，因为英文的发音跟韩文的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最近也有在上那个线上韩文课，然后我的韩文老师不会中文，所以我们是用英文沟通。然后因为我的英文其实就只是可以讲、可以沟通的程度而已，所以有时候又遇到一些我不会的字，然后他刚好又会那个字的中文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用一些拼音的方式去带我去，让我可以比较方便的去了解那个字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去学习拼音也是融入一个其他中文圈子的一种方式。毕竟很多的外国人来台湾，他们也是用拼音在打字，也很常有外国人分享说啊，你们台湾用注音，那我们不会用拼音，我们互相不会用对方的输入系统。那这一次学习，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必须有时候要用英文的逻辑去思考，像是前面的 b 是对照 b 嘛，那 b 的话对 b 你可以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因为那个音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是后面就有几个音你必须完全丢掉英文的思考逻辑。就对我来说，这个思考逻辑的切换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算是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把我的母语重学一遍。至于如果你问我未来会改用拼音输入法还是注音输入法，我会说我还是会坚持使用注音输入法，因为我觉得注音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很显然的已经变成台湾的一个文化特色了。那所以我想把这个文化特色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未来我主要还是会使用注音输入法来输入中文，而且你也知道，有时候注音暗号、注音梗也挺好用的嘛，对不对？对，这一次真的是把我脑袋给烧坏了。